我们4个人的名字就是武侠，文俊、文涛、文嘛、徐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肖战，完全巧合。金庸小说很多地方很难拍，要很细节。徐克的武侠呀，是速度中的浪漫，是导演的一种功力。不是草原骑马跑就浪漫，你必须要具体的细节。浪漫是击中一个人内心的一瞬间，只要能打动我的，我都觉得是一份浪漫。这个小说流行到现在为止，很多读者一定在里面找到他自己。金庸做到了这一点，一个蔚然大观的感觉啊。很多观众心目当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郭靖，所以我怎么去诠释这个郭靖，对于我来说是最难的地方。演员有一个好处，把别人的人生在自己身上过了一遍。我一直想象的自己就是郭靖，在演完之后，感觉我更加的沉稳。很多人问什么叫侠，金庸说如剑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每一次我们讲到侠，我们的定义都有变。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在武侠世界里面找到一种很有力量的归属感。侠之大姐不是退出江湖，而是要担当历史也不能阻挡。一个人呢，等于面对千军万马，我们中国人特别迷醉的那种英雄气概。我觉得一夫当关吧，一夫当关，对，万夫莫开，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金庸小说永远拿这本小说怎么拍啊？这个怎么理解？这个内容太长了啊，太多人了。可是拍人物很好拍，很好拍。其实我觉得金庸写这些人物，也在他的周围环境里面找到这个原型。导演会把控每一个细节，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很有安全感。做电影的人基本上什么都要学一点。所以肖战在这个剧组里待着，真是觉得长了不少功力哈。当我踏上草原的时候，就像一扇门一样被打开了，很奇妙的感觉。郭靖是什么样的内在的感觉？我就记住我一个动机跟一个目的就好了，一根筋，一根筋，而且他没有那么多杂念。给一个一根筋的人呢，小说和情节啊，给了他最大的这个命运的难题。正式开机之前，然后训练了2个多月吧，每天跟着老师，感觉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像郭靖一样，又有骑马的老师，然后又有武术的老师，还有教我蒙语的老师。会练一些就是基本功，把它练扎实了之后，然后在现场，然后武术老师会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套招。武打是中国电影一个很宝贵的传统，你对武打有什么体悟没有？我觉得体悟更多的是，它有一个巧劲儿在，它不是一个蛮劲儿，就是要利用这个巧劲儿，用身体去带动一些招式，对，寸劲儿。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武侠里边啊，有这个很多哲理的东西在里面，包括那天我们讲金庸他搞出一个剑宗、气宗。以前呢，旧的武侠小说里好像没有这么一种武功，是不是对于内功的重视是到了新派武侠，才开始发展出一种好像内力、内气跟这个拳脚之间的分别？你说我们中国人的武术博大精深，什么都有，但是你会发觉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一路进步的。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放毒的，没有那么多招的。发展到最后，《天龙八部》中了一个毒，还要解药，就把你控制住，这些都在前面的小说里面没出现过。心术老怪啊，把你的功夫挪移到我身上，他也在进步。到最后，他就无招胜有招，就是韦小宝什么都不懂的，只会人情世故，然后他就收山了。就比如说肖战，你肯定也幻想我的能力要增强嘛，这个跟武功实际是一样的，对吧？内力就好像比喻着我的内在的对内涵呐，当然这些东西要增强了，手上的东西相比之下反而容易了。所以我记得郭靖在马玉传授他那个内功之后，他突然也领悟到了一些招式，就是突飞猛进了。我记得他在有一个阶段，就是因为他的内功增强了。好比说徐克导演，他的美学，表面上看起来是他的镜头啊、他的色彩啊，或者他的这节奏啊这些招式，可是呢，相当于他的内力的，一定是他积淀的他的审美嘛。金庸是个文人，
你看他写的是打架，有些时候你觉得他写的是我们的内力，我们每个人的本事。我觉得他的那个时候写作的时候的圈子一定很有趣，因为他是办报纸的吧，对，一定见了很多事情，所以他很容易就拿到一个启发，他去做一个事情。肯定所有创作都是从自己的生活里面感受到拿到的，他不会说啊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想到，好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必须这个联想到那个，那个联想到那个，我看过这么一个东西哦，这个放进来这样的。我们练运动啊，做体力的，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外功就也就是你去练肌肉啊，练速度啊，练这个外面的那种动态的东西。对。内功也就是你必须练你内在的。你可能心脏不行，你可能胃不行，可能你的心跳不行等等东西，你必须要把它培养出，能够跟你那套外在的东西配合起来，才可以不会上身。要不你会伤害自己，伤害到自己。你练得差不多，你结果什么都不行。有这个情况。创作上呢，有一定的一个定律，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在运动、思考，你不能停。这个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呢，我们有的朋友啊，就想10年磨一剑，就10年我可能不拍戏，我就为了憋一部作品。但是后来的体会是啊，这个曲不离口啊，拳不离手啊，你太久不拍了呀，你就不会了。你总以为说我要酝酿很久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你的技术是需要不停的训练的。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应变跟我们的这种练习，我们怎么去创作的东西是跟运动一样的。如果每天都有训练，我们想东西不会累。你说我不看电影了，那你无法感受到观众现在要看的对那个东西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跟他们一起体验东西，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的。你不一定猜得到，可是你是同步的去感受这东西。这个运动还不能停的。外功内功都不能停。是，通过演这部片子，你感觉你自己在演技上有什么进境，或者说还有哪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努力的空间，那我觉得太多了。这要根据不同的剧本跟不同的角色，然后再来细分你需要去做的一些功课跟努力。如果泛的去说的话，那我认为是一些内功的一些基础还要继续的去加强。就好比是我们要用到的台词，首先必须得非常的过硬。我认为是我一直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要去修炼我的内功。那如果是说到外力跟外功的话，这个可能就是必须要针对某一个角色，然后去跟导演也好、编剧也好、制片人也好，然后去进行一个讨论，然后找到一个方法。就好比我最开始演郭靖的时候，我也会跟导演去探讨，这个郭靖到底要怎么去呈现。会不会有你们想法不一致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同想法是好的，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一个人没想到，这种交流其实是很重要。这种交流等于是我们对这个人物有不同角度看事情，可是有些时候还不能够影响演员。我们的片场，我认为都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保护演员的情绪的现场了。我甚至经历过，就是你在演戏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在打电话，因为有时候你不能去要求所有人都做到100%的他的专业度或者是他的一个执行力。我看完老爷你这部最新的《射雕英雄传》，好像你说太复杂太多人，我看就是家国大义、儿女情长这2条线，是不是？怎么考量的呢？我觉得这个家国他的这个情怀是很明显的了。草原到回中原，再回草原去，它整个结构背景就是要告诉有一天他要面对这个庞大的问题，是吧？其实金庸小说一直写都用情感来写，而且主要是很浪漫。所以以前我们看小说，基本上都要找浪漫小说来看。所以金庸小说是很浪漫，但浪漫的开始是
当一个男主角跟女主角遇上之后，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很不一样。那个世界多困难，他们都可以扶桑蹈火的一起去坚持到最后这样子。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除了这个庞大的历史跟时代背景，后面就是要集中在这个国境身上的感情世界。但是浪漫如何去表达呢？哎，这也是我的问题。对，因为他表达浪漫呢是原著小说没有的。你不能说他们两个很浪漫，不是草原骑马跑就浪漫，你必须要具体的细节，也就是现在这部片比较特别的，跟以前的版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表达。这是您这个编剧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徐克的这个武侠呀，他这个浪漫给我特别感受深的一点呢，是速度中的浪漫。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慢慢看，他描写的这种感情哈，但是你看徐克的，我觉得你就是武侠浪漫化。包括从《新龙门客栈》那个时候，就是他表达的那个情愫啊，那种浪漫呢，是非常快的。这个我觉得是导演的一种功力。他的个性，他的急嘛，什么都急啊，是吧？就他非常快的，一下子这个我们叫起范儿，是吧？你们有点起范儿特别快，歘一下，这种浪漫就出来了。好像你比如说一个镜头从马蹄子那个地方拍，咵2匹马奔向大漠深处，就是那种，哎呀，这个威武昂扬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出来。这是你的一种独门绝招吗？是一个电影本身创作的必然的基本功。怎么做到浪漫？你们先说吧。哎，编剧先说。其实我们电影上的浪漫是要人家有共鸣感，然后需要有细节去表达的，而不是说我很浪漫，我爱你，如何爱？只是浪漫这2个字是要打动你，接受浪漫这个人的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浪漫了。浪漫是击中一个人内心的一瞬间。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夕阳的时候走在街上，拿了一束鲜花，非常让我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瞬间。夕阳、老人、鲜花，哎，你甚至不知道他要把这个鲜花给谁或者给干什么。他去坟墓去放在坟前的，就也不知道，那也是一种悲伤的浪漫。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浪漫。我觉得浪漫分等级啊，这个要分等级，跟喝酒一样。对，这个都是要烈酒啊，还是红酒啊、清酒、红酒啊东西。可是每一个东西都给你用身体里面的用感情的反应。那感情的反应一般来讲，我们就应该说是它有原因，这个原因一定是触动了你某种需要。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一个浪漫呢？或者说需要另一个世界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是柴米油盐什么都要操心的，但是在江湖世界里面，这些都没有的。就是你要侠义情怀、儿女情长，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想象，把自己带入这些人物。所以在阅读这些小说或者看影视作品，你能抽离精神上的需要是比较多。我认为浪漫就永远是让你感觉到你没想象到他在，然后他出现了，你就觉得哦，我等到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而且怎么样都有某种情况的刺激到你的感觉，这个敏锐点，这个你刺激到你知道哦，我受到你的影响，我觉得浪漫。很多人问金庸说这个什么叫侠嘛，所以金庸说哎就是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侠。每次我们讲到侠的话，其实我们的定义都有点变，从古到今，对，在变，一直在变。可是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的更了解我们的世界的历史啊各方面的东西，对一个侠的要求就比以前更加复杂一点。这个就是当代就是金庸他们这个新派武侠呀，把这个境界提上来的。最早你看这个是韩非子的时候就讲这个侠以武乱晋，啊，就是甚至就是说这个侠呀，他就生活在一个好像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但是呢，你像司马迁那个时候写的这些侠客，他们就说啊，司马迁内心深处啊有这个
侠气其实是什么呢？你想司马迁他当年受这个腐刑啊，他也是帮着那个李陵嘛，主持正义，为这个一个投降了匈奴的将领为他说话，结果被汉武帝处以腐刑。所以有人说啊，司马迁心中啊就有这种不平之气。司马迁讲啊，缓急啊，人之所时有也，就说谁都有急难的时候。所以说是中国人的童话，我们幻想有这么一个侠，对吧？他还不爱惜自己身体，他为了我们可以不要面乌托邦。对，然后就是说这个重然诺，就是说话就算数啊，这叫什么？广州话讲牙齿，牙齿当金使啊，牙齿当金使，就这样的人，对吧？一诺千金啊！你看他塑造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贯穿下来的一个主题呢是复仇。金庸其实他有他的哲学，他有些时候呢是用这个佛道的佛理化解这个恩怨。再有一个，他就是说真正的侠，其实我觉得金庸是不是把士大夫的情怀搬到了侠的最高境界上？就是说，侠要是最大的侠，那是为国为民，对吧？甚至超越个人恩怨。其实，李平、大汗、郭靖跟整个刘家村的关系其实挺微妙的。很微妙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个是，大汗也没有是要，他没有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只不过他当时因为看到这个母子很惨，收留他们长大，而国靖也救过他，也救过很多人，他觉得啊，这小孩是性格很有关，是不怕事啊，小就可以面对很多事情，所以国靖绝对不是一个笨人。他意志力很强，而且生命力很强，正义感很强的一个人，所以大汗特别喜欢他。可是他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啊？刚开始叫啊叫啊，连他的儿子也妒忌了。那李平呢？我们有描写李平的，他跟草原的一些家庭啊相处得很好，可是他不能忘他自己中原来的。一直有在选李平，我说为什么选蔡少芬呢？我看过他演过女侠，郭靖的妈妈，一个有侠气才行。李平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他又像这个对孩子很好，这个相当能够让孩子做事情的，他放弃走，回来去过这个地方去，好回来就好了。这种感觉啊，这个挺好的。最后他还是让孩子，你走你的路，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负担，格局非常的大。李平是站在雁门关，雁门关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是很重要的。天龙八部里面，乔峰他8代头大哥就是在雁门关，所以雁门关是草原跟中原的一个就一个临界点。在《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到最后写了很多别的小说之后，金庸在想我怎么去写一个两边不是人，或者两边都难以完美的人。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好像就是非得把这个人物啊置于这种巨大的矛盾当中，忠孝不能两全。自己本来是大宋的子民，他就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切。母亲从小叫他不能忘本，金国人对我们宋朝这么样的残虐，不要忘记保家卫国。但是呢，他们又流落到了蒙古，跟蒙古朋友又结成了这么深的感情，跟他第二故乡一样。但是当这两边要发生矛盾的时候，你看这个英雄本色其实是英雄内在的矛盾。郭靖他强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扛压，然后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迎难而上，他没有选择避世。按理来说，他在当时已经拥有了绝世武功，他可以跟黄蓉然后躲起来，回桃花岛也好，或者去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但是他没有，他没有躲起来，他面对这个，他是面对，而且是终生都在为这个事情做奋斗。因为武侠小说里常常有一个道理说退出江湖嘛，对，就不是为名为利，为什么还在江湖里面就退出江湖？可是这个金庸小说里面的《射雕英雄传》，他就不是退出江湖，对，最关键的那个地方，他站那里，对，一辈子，所以也是这个片名《侠之大姐》，不是退出江湖，而是要担当面对这个困难，历史也不能阻挡吧。就是一个人呐，等于面对千军万马，对，英雄气概。我认为
他特别想传达出来的就是一种我们中国人特别迷醉的那种英雄气概。我觉得一夫当关嘛，一夫当关，对，万夫莫开。您觉得像这种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武侠片啊，武侠的表现和西方的表现有什么不同？有相同地方的，也有不同地方。特别金庸小说就很不同，没有一个超级英雄的故事是有金庸小说里面人事这么复杂。这个关于忠孝，这个感情，对生活，还有职场判断对与不对，什么时候出手，超级英雄就大反派来了，毁灭世界。可是他这个判断这个是非这个东西啊，没有金庸小说里面的需要这么多去分析的东西对与不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漫画文化跟武侠小说的文化不太一样，独有的我们华人世界是吧？武侠小说，金庸参考《基督山恩仇录》，出狱之后哪边有些报仇，但是你挪过来，我们有我们的针灸啊、穴位啊，有很多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才有的。我听过一个说法，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说你看这个，要是好莱坞的啊，它怎么一些特技吧，它反映科学嘛，就是不违反地心引力，基本上做的比较实，哪怕他们做那个玄幻，你会觉得它是有重量的，有地心引力的，或者说看上去像是符合物理的，但是咱们中国就可以凭虚而行，好像违反地球引力的。武侠轻功跟飞行是两回事哦。飞行是气流造成它可以飞起来嘛，或者是它可以这个用什么方法啊，它就飞起来了，神仙的那种法宝的东西。可是武侠它就讲轻功，那如果你讲轻功的话，确实现在很多跑酷啊，跑酷就是轻功啊。你看了视频里面很多哇，那真的是很惊人的。其实人家那些武侠作家的文字里面没有的，都是有考究的。飞来飞去是蜀山里面都是神仙了，剑仙，对剑仙了是仙了。他完全没有体重的，对这个所谓地球的那种引力没有，引力没有。因为武侠这个文化不是只是在100年里面发生的事情，对，这发展了好久好久，其实是战国时候开始，那段时间里面应该累积了很多这种人的故事，这故事怎么来的呢？到秦始皇才可以统一文字，所以在战国的时候根本上就没有语言，共同语言也没有共同文字，只有一个方法最好的，口传，讲故事，所以一直发展到明朝开始有长篇小说，越讲就越多，抄下来变成画本，就变成第一次出现了长篇的，像是《水浒传》啊，蔓延下去，其实到近100年的里面，这个印刷啊、这个出版的这个市场啊等等，开始流行化，开始文字变成我们常用的工具之后，小说变成一个很方便的东西，拿了小说就什么都有了。可是西方的这种超级英雄怎么来了？漫画，我们是累积了这么长时间的几千年啊，这种感情跟这种情怀，跟对历史、对某种人的那种认可等等东西，都变成了很丰富的一个资料库。对，比如说在50年代写武侠小说，他们都说，哎，这个人物这一招或者这个故事曾经在以前某个见过，出现过，这样的东西，其实也因为他们也是看这个小说，也听这种说书，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小说里面的内容。真的，我们有这个继承性，要不说这个文化的历史长啊，你好比孙悟空的故事，可以一讲再讲。周星驰的孙悟空或徐克的孙悟空，你看金庸的小说也是，金庸心里的郭靖和他心里的郭靖可能又有不尽相同，但是这个有某种传承性，到了不同的时代，随着那个时代的需要，一直到肖战，那么肖战的郭靖，对，我跟查先生谈话的时候，我说
张先生，你的作品你翻拍了这么多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版本、不同人演。我说很少能够这样做。我说每个人对你的小说的解读方法不一样，所以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解读一下你的小说。我们还需要武侠，需要这个射雕英雄啊。我有时候也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义字。咱们那天讲西方也有什么罗宾汉，他们的跟我们有一点文化基因上的差异，他们也是扶危济困啊。但是你看我们讲的侠呀，必须伴有一个义字，或者说武侠呀，梁羽生讲过嘛，侠是灵魂，武是躯壳。甚至在最早的时候，像司马迁写的这些刺客啊、侠客啊，武功高是很要命的，但是呢，武功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人格。我们看到一个人为了一个义字，为了一个承诺，命都可以给你。我觉得我们本性里也有对这个东西的向往，虽然我们换了我们可能做不到。我觉得我们成长的整个学习，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标准来讲，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侠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是对正义的，哪怕是做错，他以为是正义的。他不会故意说我叫做一个不正义的东西，我就去做这个不认可的东西。哪怕一个做错一个事情的人，他也可能觉得他必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个侠这个字，从小到大，我们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上是有一个很固定的位置在那里。义有个特征，就是不考虑性价比，考虑性价比的好像就不叫义。就是说有一件事情义所当为，像我们要考虑性价比啊，我投入多少，哪怕是说见义勇为，也衡量一下，他把我打不打得过，打不过我就别去了，他打得过我去，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叫义呢？我是觉得说，侠，比如说现在社会新闻当中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见义勇为的一个小伙儿啊，然后帮别人制止什么小偷啊，或者是救了什么小猫小狗啊，网友会很打趣的说这是什么什么侠。人们心目当中其实还是有这个侠义这个精神在的，虽然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父母会教育小孩说，哎，不要吃亏啊，多留个心眼儿。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父母会教育孩子说，不要做一个好人吧。所以我还是认为，从原生家庭出身以后，对孩子的教育还是说要做一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其实郭靖也并不是哲学家，他就是很质朴的这个李平。等于说他妈妈把他从中原带到蒙古大草原上，不管在哪里生活，都是讲要做一个好人。好像这个好人呢，有一个基本标准。其实你说一个好人呢，并不复杂的。孔子的那个年代讲的，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过。仁义礼智信。你想想看吧，你今天你愿意交的朋友，他必定是符合这几个字，你才认他是。郭靖其实他就本着这个，但是他这个有时候会碰到矛盾，就是恩义两难断。这个师傅也有恩，蒙古大汗也有恩。那么或者说两方故乡，对吧？我是大宋的人士，还是蒙古长大的，这个好人有的时候就要面临考验了。所以为什么还要回去看武侠小说，要看武侠电影？因为他们的世界，好人就好人，坏人就坏人，坏人不会用义来伪装我有义气的。说回到郭靖，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也很重要。一个是李平，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的江南七怪。七怪其实对郭靖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看到的七怪都觉得说好像脾气不太好，然后嫌弃郭靖，但是其实在一些很关键性的时候，力挺郭靖的也是江南七怪。包括让他去桃花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说我陪你一起去，别怕靖儿。所以我是觉得从小到大，他身边周围的人对他的影响非常的重要。武侠世界里让人看的要叫快意恩仇，我觉得还有一个咱们活的都不痛快，放不下嘛。他们你看，就说不要就什么都不要了。这个也是很正义性的啊，就是说到底你想要什么？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真的随波逐流的活着。创作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啊，
这个理解未必大家都认可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从13岁到进入社会之前那10年8年啊，其实对很多东西很多幻想，无论感情，对你自己的将来的成就，对你会将来长什么样子，都有很多幻想。可是到时间一过，你就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已经知道没得变了，大概就这样了。大概是这样，固定了，高度固定，样子固定，身份固定。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觉得好像跟过去在成长过程里面的一些感受不一样了，你失去了东西。可是我觉得创作就是让他回到那个时间成长，那种对所有东西都有幻想、有希望、有可以改变的那个能量。作品里面就会感觉到，哦，我原来还有这种感觉的，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子，哦，原来我可以有这种希望，或者妄想呀，或者幻想，就是发梦也好，至少我可以保留我当时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只是开始，我可以继续强化我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们需要娱乐，我们需要分享啊、体验的东西，就是在这里。所以你说，义气也好，浪漫也好，哪怕是侠客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你在曾经有过一种对你的命运里面想得到的东西，或者想做的事情，用另一个方法去做到了。作为一个小说也好，一个故事，一个创作者也好，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是我们原来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成长中的自己。我们只说在那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停止这种思考的东西。如果你还在那个思考东西的话，你还继续在那个不现实的心理状态里面继续发展你的想法。您跟他这么熟，您觉得他现在这个年龄是不是还有点老顽童的感觉？一直都是在影视创作上都是以老顽童的心态去发掘新的，去尝试新的，去挑战新的。我一直也在想一个问题，像我现在已经33岁了，我以前真的不懂，哥哥呀姐姐啊老是说，哎呀，想要回到10几岁那个时候。我想说10几岁有什么好的？但是当我现在33岁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好像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在那个10几岁的时候，是最无所畏惧，然后最敢做梦的时候的一个年纪。我们敢放下所有的包袱往前冲，做一些可能大人们看起来不对的事情。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我们好像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电影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给大家造梦，让你重返你自己认为最美好的瞬间，然后让你产生共鸣，让你回到你最想要回过去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很多想法、幻想，我觉得很多希望、很多想要的东西。也许你更不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有什么，没有什么。你是听过，你不知道。你比如说你想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只看到照片，只看到一些东西，你去到这个地方又是什么感觉？你很想去。那我觉得这种成长中的这种年龄的人，还有很多种啊，都不一样。我们好像是不喜欢已经知道结局的，就说我这辈子就这样子了。我觉得人本身为什么听音乐啊，为什么会看一些好玩的事情？因为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一个频率啊，它在跳动的，心脏是一个，身体里面很多节律的，节律，所以他听音乐，他会给挑动起来的一种过瘾的那种感觉，就跟他的频率能共振。对，这是这块，就是有一次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事情也有一个共振的。就像徐克这个美学，武侠的美学，总是给我想不到的。你像当年看那个黄飞鸿，反正是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效果。然后就是新龙门客栈，那个像疾风扫落叶一样的那种美感，哎，我觉得它给一种新的东西啊，它有它的一种特有的美学风格。不过我觉得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有一个因素让他变成到后来做的事情，有某种
他自己的看法啊。我确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同学是很喜欢武侠小说，所以说我们就常常谈武侠小说。90分钟、120分钟讲一个人的一生，你怎么可以讲完一生呢？降龙十八掌，可能讲多少集才讲得完降龙十八掌？可是你知道这个故事里面的某一个片段，你要讲降龙十八掌，所以这里面就也是说你要去找它的可能性，而且你找出这个可能性里面最好大家可投入去想知道的事情是什么。这也是当时我们在讨论过程里面常常说，哎呀，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觉得这样的，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这个争论里面就找出一些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也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不是这样，又是什么样的？就我觉得就是我们创作里面最有趣的地方。每一个角色都有几重自我，在这个历史啊，在恩怨当中啊，表现出人性的不同侧面。而且当然重要的还是咱们《射雕英雄传》大年初一。理所当然，大家都在一起了，就观众请捧场。我也觉得，就是交出了我们自己的答卷了。